大家好，我是瓜皮儿。自从托尼公布了自己就是钢铁侠后，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个消息。生活在莫斯科的一位老人正在看着托尼公布身份的新闻，他叫来了自己的儿子伊万，而老人则叫做万科。万科曾经是托尼的父亲霍华德的合作伙伴，因为做了违法的事情被老爹赶走，而他也曾经参与方舟反应堆的研发，最终却因小失大，落魄一生。他看着电视里的托尼靠着自己的反应堆做出了钢铁侠战甲，为儿子打抱不平，却奈何身体与年纪的原因，加上新闻上托尼的打击，彻底的离开了人世。悲愤的伊万看着自己去世的父亲，哭得声嘶力竭，拿出了父亲留下的反应堆图纸，看到上面霍华德·斯塔克的名字以及父亲万科的名字，他决定靠自己造出反应堆复仇。在自己小鸟的陪伴下，他终于打造出了反应堆。而此时的托尼正准备前往自己的世博会，这个自带 BGM 的男人一跃而下，调皮的翻滚过后，托尼一个标准的砸地华丽登场。身着马克思的托尼当着所有观众和电视台的面前现场更衣，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世博会这才要刚刚开始，一番官方演讲后，托尼请出了自己的父亲霍华德，在视频中展示了自己期望的未来城市。在后台的托尼检测出自己血液中含有19%的毒素，而毒素就来自他胸口反应堆中的钯元素。展会结束后，托尼穿过人群离开现场，与一位神秘白发老人打了招呼后，驾驶着自己的4个圈，带着保镖哈皮离开了现场，前往华盛顿。在华盛顿的军事法庭上，官方就钢铁侠战衣这件事儿想要让托尼把这个武器交给官方管理，而托尼始终不认同战甲是武器。在官方一直声称战甲是武器的时候，托尼再次说道自己就是钢铁侠，而他和战甲密不可分。而参议员已经被托尼气得脸色青白，他请出了另外一位武器研发公司的总裁汉默。一直看不上汉默的托尼嘲讽了一句，汉默的回答也是让托尼一脸嫌弃。而参议员又请出了基友罗德，看到基友的托尼站起来迎接。本来应该是官方请出来帮忙说服托尼的罗德，却当众夸赞老伙计托尼的战甲各种优点。在官方想要展示各个研发部门开发的山寨钢铁侠时，托尼黑入了系统，播放了被官方隐藏的恐怖钢铁侠实验。视频中断背的断背，走火的走火，让人看得后背发凉。展示后，托尼站起身说，我一个人足以维护世界的和平。在电视机另一头看着的伊万也已经借助反应堆的能源造出了威力巨大的能源鞭。镜头来到了托尼在马布里海岸边的豪宅，他唤醒了贾维斯，映入眼帘的就是托尼目前的4套战甲。老贾首先就夸赞托尼在军事法庭穿衣打扮很漂亮。为了能有效抑制靶中毒，托尼坚持喝着叶绿素缓解毒素。再次验血后已经中毒24%。在老贾的提醒下，托尼更换了反应堆中的钯元素。老贾已经试验过所有已知的元素，但没有一个可以替换钯元素。再这样下去，托尼也命不久矣。这个救了托尼的装置，最后却害了托尼。这时，小辣椒来与托尼商讨公事。托尼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变得有些焦躁。他任命小辣椒为斯塔克集团的 CEO。突然继承了富可敌国的财力后，小辣椒一脸懵逼啊！喜欢自己扛下一切的托尼并没有把自己的死亡说出口。另一边，伊万也找人办了假护照以及一张赛车大赛的门票。与哈皮切磋2招的托尼突然被进来的女神吸引了注意力，被逗逼哈皮狂捶脑瓜的托尼一脚踢飞了哈皮。与女神对视中，托尼仿佛初恋了，静静地看着这个逆天的颜值。和小辣椒探底的过程中，托尼了解了这位女神的资料。而台上与哈皮切磋的女神一招放倒哈皮，惊得托尼铁躯一震。搞定合同的女神转身离去，托尼的小心思却被小辣椒一口回绝。镜头来到赛车大赛中，走下双日汽车的托尼迎来了全场的欢呼，比了一个标志剪刀手后，带着小辣椒与提着手提箱的哈皮走入现场，应付众人的问候。托尼在一次验血中却发现毒素已经53%了，自己的死亡越来越近。托尼的表情也让人心疼，但他突然决定最后的疯狂，他换上车手服，亲自上了赛车。而他的这个突然的决定让所有人都震惊，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托尼已经一脚油门冲了出去。而伊万此时也已经来到了现场，他走出了护栏，亮出了自己的复仇武器，一鞭子下去，赛车一分为2，切口相当工整。而汉默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预感托尼要发生危险的哈皮带着手提箱前往发射地点，而托尼已经中招，面对伊万的能量鞭攻击，托尼只能疯狂躲闪。小脑瓜一激灵的托尼靠着赛车泄漏的汽油与鞭子上的火花隔开了一个安全距离。哈皮此时也已经赶到，把伊万撞到了栅栏上。小辣椒扔出手提箱，
托尼两腿一踩，双手一拉，迅速穿上了 Mark 5代战甲。作为便携式的战甲，属性上面肯定不如其他火力战甲。着装完毕的托尼与伊万正面刚了起来。被能量鞭缠住的托尼战甲动能飘忽不定，亚洲捆绑接过肩摔放倒了伊万，也拔出了他的巨能环。拿着伊万的反应堆，托尼分析后就捏碎了他。在托尼的安排下，他见到了被关押的伊万，被嘲讽斯塔克家族都是小偷后，爆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结果托尼压根儿就没听过。官方好不容易揪到了小把柄，各种反嘲着托尼当时在法庭上说的话。带着自己黑暗料理的托尼还调侃着说，参议员得给自己颁个奖。可他还是没把自己将死之事告诉小辣椒，只是低着头，一脸沉默。被汉默安排越狱的伊万来到了汉默工业，他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达成协议。在家调查伊万背景的托尼也遭到了罗德的质疑，但走路都要人扶的托尼已经中毒太深，但他还是没有告诉罗德自己的事情，只是希望他相信自己。伊万与汉默这对狗男男也已经开始了计划，准备给自己办个送别 party 的托尼。面对女神，托尼却没有了以往花花公子的性子。看着在 party 上狂嗨的托尼和他危险的举动，罗德终于忍不住走到了战甲面前，穿着托尼为他量身定制的 Mark 2前来阻止托尼。托尼连连放水，还叫罗德把战甲放回去，而恼羞成怒的罗德依旧不依不饶。两人的打斗很快把房子拆了，众人隔着玻璃像看猴一样看着基友之战，两人你一拳我一拳，打得还贼欢乐。在托尼的叫喊中，所有人都被吓跑，他们才迎来了最后一击。两人掌心对掌心，一道冲击波过后，瞬间安静了下来。托尼靠在墙边，而罗德却穿着 Mark 2离开了。虽然隔着大铁皮，但我仿佛看到了托尼欣慰的表情。回到军事基地的罗德也受到了众人的羡慕，就像当时的自己一样。而托尼却悠闲地吃着甜甜圈，直到被 Motherfuck Free 叫了下来。Motherfuck Free 看着托尼蔓延身体的毒素，这时女神穿着紧身衣走了进来。她也是吃瓜群众寇森所在的神盾局中的成员娜塔莎，而 Motherfuck Free 就是神盾局的局长。娜塔莎一针过氧化锂迅速缓解了托尼的毒素，但并不能痊愈。这俩人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托尼，他和老贾实验的并不是全部元素。狗男男这边，汉默此时也发现伊万研发的机甲并不能人工驾驶，骚劳过后离开了现场，前往军队。Motherfuck Free 告诉托尼，霍华德留给他一句话，只有他的智慧和资源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计划。托尼还是似懂非懂，吃瓜群众寇森也被安排来监视托尼，直到他解开父亲留下的伟大计划。罗德这边也在汉默的推销下选配着 Mark 2的武器配件，一支压轴的前期导弹被罗德一眼相中，所有武器都被打包安装。托尼也研究着老爹留下来的遗物，没有头绪的他背着吃瓜群众寇森跑了出去，来到小辣椒这边，想要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却被新官上任的小辣椒怼得哑口无言。而娜塔莎依旧在斯塔克工业当着卧底，暗中保护并监视着托尼的一切。吃了鳖准备回家的托尼看到了露出来的半个地图，顿时来了灵感，带着地图回到家后，与贾维斯筛选重建后发现，父亲曾经说过的未来城市就是一个新的元素，每一个建筑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质子和中子。发现新大陆的托尼情不自禁地笑了，一顿扩建拆家后搭建成了元素制造机，还用美国队长盾牌的样板盾电管子，最终他造出了可以完美替换霸元素的新元素，并且没有任何毒素。伊万这边也拿着别人的钱做着自己的事儿，也给托尼打去电话威胁他。托尼定位伊万的位置后换上了新的反应堆。另一边汉默自己的博览会也在召开，各种自动驾驶的战甲登场过后，罗德的改装战争机器 Mark 1也华丽登场，而身着 Mark 6的托尼也赶到了现场。还没多说，战争机器就被伊万控制了。托尼为了避免无辜伤亡，调走了所有机器人。发现了汉默的娜塔莎武力威胁下，得知了伊万的地址，与哈皮驱车前往。大批杀出的机器人锁定一个戴面具的男孩，阿巴托尼及时赶到，轰烂了机器人的头。赶路的哈皮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来到伊万所在地后，娜塔莎展示了一波惊艳的操作，放倒所有人后，发现伊万早已经不见踪影。托尼被控制的罗德打进了公园，也在娜塔莎的帮助下救回了罗德的战争机器。敌人大军来袭，哥俩火力全开，托尼大招秒杀了所有杂兵，汉默也被警方抓走，而小辣椒坚守岗位等待着大家疏散。伊万也驾驶着全新的机甲杀了进来，罗德昂贵的前期导弹也掉进水里嗝屁了。被控制后，托尼想到了 party 上的一招，两人掌心对掌心，一道冲击波后，伊万烧成了麻瓜。开启自爆模式的伊万让托尼想到了小辣椒，一路急速飞行的托尼
惊险地救下了小辣椒。两人迟到的楼顶之吻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片尾里再次被 Motherfuck Free 叫来的斯塔克，手里拿着一份复仇者计划，屏幕上也播放着追捕浩克的新闻，而吃瓜群众寇森也闻声赶到荒漠地带，严肃地看着地上的喵喵锤。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奖赞。